英雄不打。我的胆量，他是挺好的人呐，平凡而伟大，痛不怕，苦不怕，啦啦啦啦啦。去年国庆假期有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7位导演7个独立的故事，观众反应很好，最终拿下了32亿的票房成绩。但是呢，作为一部拼盘电影，留给每个导演的时间并不算多，观众情绪才刚刚到位，剧情就结束了。今年国庆又出来一部拼盘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这次还好，只有5个故事，都是有乡土气息家乡人物的喜剧，观众情绪可以延续，人物和故事也更有认同感。我和我的祖国以历史为序，展现了建国以来7个激动人心的瞬间，而我和我的家乡则是以空间为轴，纵横中国东西南北中5个地方，刻画了中国人和家乡之间的欢笑故事和深厚情感。这部电影是由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5组导演，5个独立的故事，故事和故事之间过渡很自然，小人物小背景共同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大变迁。上课，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这次的导游小韩，我把你拉上去领略一下这个大漠风光，全宇宙仅此一家。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是，都一样，是不是？一感受，开始。各位们注意，目标已经到达后3家村口。我给你介绍一下。有爱不爱？我爱个呸！他什么？你们陪的是在进科学呢，还是今日说法呢？配什么不重要，这就是最重要。名人都回来了。谁呀？我希望生父你嘞。我谁呀？呀，毛蛋儿，不是我的言辞，净瞎说。大腿恕你不要了。演戏啊，就是这样。解放天性。我豆浆。就是啊，不要脸。飞机要起飞了，还有一个人呢，请您对号入座。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前方到站家乡。天上掉下个 UFO， 这个单元是陈思诚导演。贵州黔南阿福村的老村长王守正正在为家乡的未来担忧。苗在靠山，东在靠水，已经父子流油子了，我们靠啥子嘛？难道要靠外星人吗？还真是这样，网红主持人高晓松播报了一条阿福村发现 UFO 的消息，这消息瞬间轰动了网络，爆炸性的新闻甚至惊动了北京央视的记者。在进科学节目组的记者王宝强和刘昊然决定深入村中调查，同时加入 UFO 调查队伍的还有大咖公知懂科学。而村长王守正和商人王初奇热烈欢迎3个人的到来。然而在调查过程中总是感觉不靠谱，这是村里的关键性人物，外表木讷内心狂野的农民发明家黄大宝惊喜现身。唐人街探案里的王宝强和刘昊然这对活宝搭档遇上了主演疯狂外星人的黄渤，于是别人家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阿福村是天上掉下个外星人，好戏开锣了。提起贵州，大家想起来可能是茅台酒，但其实这些年贵州厉害了，高科技产业的不断进步给当地带来了崭新面貌。中国天眼、贵州1号的卫星都昭示了贵州在科技发展上的潜力，同时关于这片土地上的外星人传说也未停止。最有名的莫过于1994年贵阳 UFO 事件，据传当时有强光的不明飞行物呼啸而过，附近林区400多亩的松林被拦腰折断，很多人认为这是外星人 UFO 的杰作。这拖拉机能不能加个速嘛？安全第一。这也太安全了吧！
UFO。这是中秋之夜，居然出现在贵州黔南的阿福村，距离中国天眼只有15公里。哦，就是那个外星人。我还是你爹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央视的小青和钟老师。央视啊？不好意思啊，那我去过暗访。黄老师，我们是在您科学栏目组的，来调查你们村里边 UFO 事件。UFO？中秋节那晚，你为什么没有去看电影？村长说电影不好看。我没说电影不好看哦，我说的是电影里的演员不好看。这拖地能不能加个速啊？北京好人是葛优扮演的张北京的续集，镜头对准了在北京漂泊的异乡人。虽然张北京还是顶着那顶奥运会的纪念帽，但身价和北京的地价一样，蹭蹭直涨了。去年还盼着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能给咱扫个镜头，如今竟潇洒放话，不想再接张艺谋的戏了。翻唱红色高跟鞋而爆红的刘敏涛，在戏里化身护士玲子，继续展现令人惊艳的表情控制，一个白眼让张北京立刻傻眼。而演《我不是药神》里面的黄毛的张宇，这次在北京好人里反转身份，成了一名警察。曾主演《平原上的夏洛克》的非专业演员张战义，本色出演张北京的表舅。北京这么大，再见面不知啥时候了。一句实话，让逗贫幽默的张北京也有些伤感了。北京表舅上一秒还在说饿着病吃老家的蒲公英就能好，下一秒单手开着电动车对着手机喊道：“老板，等会儿可别给打差评啊！”一场的看病折腾后，表舅还是要待在北京忙着送快递。宁浩一向擅长讲述小人物的故事，这次外卖表舅仿佛就存在在我们的身边。葛优来着啊，真的是啊，葛优啊。当我们唱起歌，我们看起来很快乐。同学们，今天老师想看一看你们心目中未来家乡的样子，题目就是我和我的。在徐峥执导的最后一课的单元里，范伟老师的表演很有泪点。故事讲述了望西村的江前锋意外地接通了一个长途电话后，全村上下都陷入了忙碌之中，为参照老照片绘谱出1992年的一堂课。望西村的村民齐心协力，甚至还模拟出了当年那场瓢泼大雨。原因只是为了圆范老师的一个梦，一名曾在望西村任教10年的乡村老师的故乡梦。范老师曾经在这里执教10年，而这10年里也只有他这一个老师肯留在望西村。当年的老照片映照出了1992年的艰辛，穷困的乡村，简陋的学校，即使困难重重也不曾打垮当年的范老师。岁月蹉跎，他已经白发苍苍，这未完成的最后一课始终是他的一个心结。他执着地想要回来看看他的学生，补上这残缺的一课。几十年过去了，老范的学生都长大了，但对老师的恩情却还是依然念念不忘。徐峥执导的最后一课，巧妙地将脱贫和圆梦结合在一起，不仅是圆了范老师最后一课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脱贫梦。国际强，今年的事情是这个。 92年人教版4年级小学课本用一下。说是要开会哦。是啊，要集合的嘛。另一个学生用一下。啊？
成和你的手，马上跟我走。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参考这张老照片，恢复出来一堂课，来帮助一下范老师解决问题嘛？我记得92年最后一堂课的时候，瓢泼大雨嘞，真的连猪圈都是有顶3天，怎么回到92年？这都是材料，我们也回不到7、8岁了呀。对呀，92年还没有我呀，我要不要把自己恢复掉？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孩子，我是一个不答应的，不答应的。对了，鼓掌。又往这里下。上课。大哥啊，你的头怎么变大了？憋的呀。回乡之路的故事发生在陕西的毛乌素沙漠。那片曾经寸草不生的沙漠，现在已经是绿树葱葱了。沙地苹果经销商邓超扮演的乔树林，在帮助家乡致富，寻找买家。他在飞机上遇到了回乡参加校庆的电商闫妮和他的助手 Jessica， 于是频频发动了攻势。他们的家乡毛乌素沙漠是干旱少雨的不毛之地，是人人都想走出去又不想回来的地方。但邓超扮演的乔树林有力地全解了陕北汉子的铮铮铁骨，他扎根家乡，硬生生地把家乡的沙漠用干草固化，一点一点化成了绿洲。乔树林不仅能吃得起苦，治沙还林，还能不要面子销售苹果，求别人救命，就是要把自家的苹果卖出去。过去的努力，现在的不要面子，都是与家乡的未来紧紧缠绕。而走出去的闫妮，多年后回到家乡，现在需要重新认识家乡了。正所谓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朝南那个腰，哎呀，跟森林的那个人儿呀，哎呀，过呀来了。中国陕北毛乌素沙漠，中国4大沙漠之一。考出去，谁也不要再回来。蒙古语意为外水水。那些年太难了，现在想起来，经常做噩梦。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骗子，2000万算个什么？打着老乡的旗号，假装跟你很熟。呀，我呢是卖苹果的，咱俩扫个微信，要识别。杰西卡，哎呀，借啥卡？你给我留个电话就行。今天一定把它拿下 ，Jessica。卖饭卖是骗子。大家吃个便饭，超市收收他请客。这个不能那么吃，不是您受不了，是海参受不了。寿装蝗虫我不放，刑警贴在行我上。哎呀，你拐着他，来去死吧！请您对号入座。哎，我爱的是现在的你。真是破费了哈，乔总。你这是不是读卡器老化了啊？兄弟，我这读卡器就是再更新，也读不了公交卡。神笔马良有大片的向日葵花田，浪漫至极。沈腾在《夏洛特烦恼》里对马冬梅的承诺，在神笔马良里还上了。沈腾扮演的马亮是个画家，一个艺术天才，他考上了理想的列宾美术学院。这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他得知妻子秋霞怀孕后，怕秋霞多想，用尽一切方法瞒住了这个消息。而且因为家乡的呼唤，他决定献身乡村扶贫工作，开发稻田画。在他看来，建设乡村的人就像是一个画家一样，
同样是把乡村的面貌画了出来。剧组以笔作画为元素，呼吁广大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开心麻花的神笔马良这个电影单元脱颖而出，在好评中被多次提及。湖光山色，鱼米之乡，在电影中有太多的乡村美景，田园牧歌，每一帧都能当壁纸。而且我和我的家乡里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平凡又伟大的小人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建设家乡、扶持家乡奉献的一份力量。电影的主旋律，我们奋斗或许在家乡，或许已在远方，但我们的初心一直都在这里。秋霞，有个事儿我一直不敢面对你。本来我想等你生完宝宝之后再坦白的。喂，老板，你稍等会儿，你可别给我打差评啊！你把这瓶没收了，你就算救了我一命。姐，先一边去。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的。我这边吃蒲公英种得好，蒲公英老就有这事。可是如今，很多村子都老了。去干活去啊！干活去，齐大爷。年轻人都走光了。有10年没回来了吧？11年了。我能做点什么呀？我的是5年是个，我的是来年是个。下雨了，然后我就跑啊跑啊跑。400万亩的毛苏沙漠，一声声将土地整绿了。我爸在望溪村教书的时候，10年就这么一个老师啊！鸟在靠山，东在靠水，一定不得留遗了。我们靠啥子？说我老公考上列兵了，全东北就这一个。北京这么大，在家那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还哭上了？妈，我来看你了。同学们，今天老师不讲课里的内容了，题目就是我和我的